元哈镇飞行表演比赛正在进行，皮特全家都去观看。他们倒不是对这种花里胡哨的表演感兴趣，单纯只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期待着飞机忽然故障，好让大家乐一乐，顺便捡点纪念品回去。可惜前面的飞行员不打算奉献自己的小命娱乐大众，于是刚下飞机就被不满意的观众给捅了。轮到倭瓜男登场，他的表演朴实无华，就是开着飞机往广告牌美女的裤子上撞动。比赛结束后，路易斯忽然发现饺子跑不见了，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去找人。小布转了半天没找着人，灵机一动，就用2位脱口秀主持人的麦克风喊话，结果他的声音被电台台长相中了，意外得到了一份电台主持人的工作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回家后不久，正在看电视的皮特也遭遇了惊喜，他老妈 Zerma 和老爸离婚了，跑来蹭住一段时间。皮特很崩溃，老妈满世界疯的没影，结果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就给他搞出了这么一出幺蛾子。Zerma 表示，皮特他爸那个糟老头子年纪大了不行了，没法满足他，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要争取时间再多追求点刺激。俗话说女人80是一朵花，他要趁着自己花期未泄，秀色可餐时，杀回风月场，策马奔腾。皮特苦拦不住，只想去死。另一边，小布上班第一天主持午餐时光，主打的就是轻松惬意好相识。他本来自以为感觉不错，结果临到快结束时，饺子忽然打观众热线来疯狂辱骂他。小布心里咯噔一声，料想饺子怕是要把他的工作给搅黄了。不料电台台长却说，他本来打算马上开除小布的，但是最后听了饺子的来电，觉得他俩凑一块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到时候一定会有节目效果。小布本来是不想答应的，无奈台长又炒鱿鱼威胁他。这天晚上，在人来人往的派对上，Zerma一边想着钓凯子，一边又有些犹豫，说皮特正在经历父母离异的艰难时期，他这么做太不像话了。路易斯宽慰他别想那么多，最重要的是追求快乐和自由。这时倭瓜男凑过来搭讪路易斯，路易斯反手向他推荐老太太，倭瓜男吓得撒腿就跑。他虽然涉猎广泛，但这一口也实在太不讲究了。Zerma正在纠结挑一个好男人，新闻男主持汤姆忽然自告奋勇地凑过来，表示他已经离异，正在寻找从前妻那儿丢失的屁屁。我可以戳一戳你吗？汤姆这一番单刀直入的发言深深戳中了 Zerma 的心。倭瓜男对汤姆表示出男人的敬佩，不挑食的汉子才是真汉子呀。第二天一早，皮特轻轻敲开老妈的卧室门，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。他惊恐、震怒又恶心，谴责 Zerma 不是一个好母亲，乱搞就算了，还在他的家和他的床上。路易斯忙劝皮特想开点，老太太这不是享受生活吗？你胆敢妨碍别人享受的自由？汤姆表示他不光是一夜情那么简单，他和 Zerma 心意相通，决定更进一步，不久可能会组建新家庭。也就是说，汤姆现在是皮特还未正式确认的后爸了。皮特在风中离乱了，他退一步越想越气，决心将老妈和汤姆拆散，于是伪装成汤姆的性病医生给老妈打电话，说他身患梅毒淋病，艾滋5毒俱全。Zerma 立即听出了皮特伪装的声音，皮特马上熟练的甩锅给路易斯，说都是他出的馊主意，还挠老婆暗示他接黑锅。路易斯不仅不接，还反手给他来了一霹雳锅。不久，汤姆找到了蹲门口的皮特，给他猛灌了几口心灵鸡汤，不知不觉就把皮特忽悠瘸了。皮特就好像变回了青春期的小男生，真把汤姆当成爸爸了。他这左手牵着80岁老母，右手牵着中年养父，快乐的好似一匹小马驹。知道的这是天伦之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俩口带这个弱智儿。望着皮特脸上的笑容，路易斯说他从未见他如此开心过。皮特说，我的亲生父亲是个混蛋，所以我一直觉得爸爸没什么特别的，但遇到汤姆后，我才深切的感受到有个好爸爸真好。结果率先打破皮特美梦的人又是他老妈。Zerma 玩够了，收拾行李又准备跑去外面浪。至于企图结婚的汤姆和幻想美满家庭的皮特，上床睡觉去吧，梦里啥都有。路易斯这回不说话了，因为皮特和汤姆莫名其妙组成了单亲家庭，这让他觉得非常诡异。汤姆现在既当爹又当妈，不仅要哄皮特睡觉，还要监督他吃饭。皮特像小孩子一样，吃饭的时候闹着要吃冰淇淋。汤姆再三警告无效后，解下皮带就开始抽他的屁股。皮特为此哭哭啼啼，出门撞见汤姆的倒钩脸儿子，倒钩脸埋怨说老爸完全把自己当成空气了。皮特闻言忽然警醒，决定结束这场荒唐的父子扮演游戏，让所有人的生活回归正轨。与此同时，小布和饺子搭档主持午餐时光。小布认为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，不应该嘻嘻哈哈，他们的谈话应该充满深度和智慧。饺子呵呵一笑，当场即兴整了一段花活，和节目内容毫无关系，主要就是玩。小布没有料到的是，饺子这种主持风格颇受听众喜欢，连他也跟着沾光。出门逛超市都遇到了很多人要签名，小布顿时发现了流量密码。他和饺子在电台越玩越花，甚至开始抽选幸运女观众，到电台现场玩攒劲的节目。他们的生热狗游戏玩得正嗨，小布之前邀请来的一位老作家忽然造访，看到这
着乌烟瘴气的一幕，气呼呼的又走了。小布顿时醒悟过来，为了狗屁的收视率，他和饺子干的这都是什么荒唐事儿？他们辞职后，午餐时光的尺度反而更大了，因为接手他的是倭瓜男和小黑。大鸟转着酒吧里，皮特和朋友们喝啤酒打乒乓球，玩得真高兴。路易斯忽然来电话，要他去溜冰场接梅根，朋友们觉得很扫兴。皮特灵机一动，叫上大家去溜冰场继续嗨。这群醉醺醺的大叔一来到溜冰场，望着满大厅的年轻姑娘们，顿时激动起来，仿佛回到了活力四射的青春期。一群人都去溜冰，唯独倭瓜男先去泡妞，结果遇到了一个背影杀手。他们嗨完之后开车回家，结果把梅根给忘在了溜冰场。梅根冒着大雨跑回家，被淋成了落汤鸡。他向皮特强烈控诉，说既然他老是爱忘了自己，为何不给他买辆车？这样以后就不用打扰他老人家喝酒了。路易斯觉得女儿确实到了该有一辆车的年纪。转天皮特便去汽车公司选车，结果他一眼看中了一辆坦克，回家后还让老婆闭眼看惊喜。路易斯差点没为这惊喜吓晕过去。皮特呵呵一笑，一发甩头炮轰向小黑家，要给好邻居问个早安。小黑说，我他妈谢谢您，说是给皮特买车，然而这坦克其实是皮特自己的玩具。现在他可威风了，他带着路易斯去看露天电影，看到尿点就是一炮轰上去。多说无益，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啊。小布最近看了很多环保书籍，开始在生活里追求节能排减，大热天的不开空调，垃圾也必须分类。皮特一大清早换了身军装，过起了当将军的瘾，上街都开着他的钢铁猛兽，一路上很劲霸道，把乔的2条瘸腿压成了麻花。乔当场扣押了皮特的作案工具。梅根觉得老爸靠不住，小学之前买土豪书包那次，找份工作自己赚钱买车，正好镇上新开了一家百货超市，在招员工。小布告诫梅根小心那地方，百货超市是资本奴役人的集中营，他的生意越好，要他镇上的人就过得越糟。梅根没听他的，转天就上岗就业了。没过多久，百货超市以低廉的商品价格一举占领了原哈镇的全部市场，其他所有商铺公司企业通通破产。皮特再次失业，在家里天天冲梅根摆脸色，觉得他是百货超市的走狗。不久，一场热潮席卷小镇，在人们热的只能靠风扇和空调度日时，电力公司要把全镇的电停了，只给百货超市供电，因为他支付了更高额的电费。大家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索性摆烂躺在地上等死。关键时候，小布提出了组织人们去抗议的点子，但讽刺的是，抗议游行需要的标语牌还得去百货超市买材料制作，人们堵在百货超市门口。皮特一马当先冲出来解释的梅根扔臭鸡蛋，大骂他是个狗叛徒。最后，他作为抗议人士的代表，跟梅根进去找经理谈判。结果皮特一进百货超市，被空调的冷风一吹，当场就叛变了，换了一身皮出去辱骂群众。梅根成了皮特的主管，换成他天天对老爸指手画脚了。他心中暗爽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家里人望着这2个叛徒，热得虚脱，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最后，小布和饺子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大杀器，他们开着坦克直捣百货超市。在这场革命风暴席卷之前，因为皮特太废了，啥事都干不好，还要领工资，百货超市的经理决定开除他。这件事儿就落到了梅根身上，他被威胁要么开了皮特，要么父子俩一起滚蛋。梅根犹豫再三，决定辞职。虽然皮特是个混蛋，那他毕竟是自己的爸爸。皮特见状极为感动，脱口就要说出我爱你3个字，结果不讲佐和的坦克杀了进来，他们一炮把躲厕所的经理轰死。事情了结后，梅根说起皮特被打断的那句话，皮特却又打死不肯承认。